大家好，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 Don。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话题是全球疫情排行榜的奇特现象，一旦验证或触发中共倒台危机。上两期节目我就讲过了，为什么要将武汉肺炎叫中共病毒的原因。一是中共隐瞒疫情造成了全球扩散，中国人也是受害人，中共应该负全责。二是中共在全球甩锅推卸责任，造成对华人的歧视，叫中共病毒呢可以避免华人受歧视。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将会分成4部分去谈。一是简略的分析一下中共病毒确诊人数的排行榜的前列的国家跟中共的关系，我会用6个指标去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第二呢，就是对4个地区的疫情的奇特现象进行分析，这4个地区就是纽约、新加坡、香港跟台湾。第3个就是想大家参与实验，对我们这个发现的现象进行验证。第4就是预测一下疫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呢，我还会把上次的调查表的那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在我讲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就先做一个声明，就是我们的团队的专业呢是研究中共的，属于政治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范畴，所以这个节目不是在谈医学和传染病学，只是介绍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么第二，我不是医生，所以节目中所谈到的一些实验呢，并不是要鼓励大家拒绝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大家应该听从各自政府和疾控中心的要求，尽量留在家里，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如果出现发热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治疗。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中共病毒确诊人数排名前列国家与中共的关系。那么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就是谁亲共谁倒霉，越反共越安全。我们有6个观察指标用来解释这个现象。第一，人员的往来；第二，经济关系；第3，政府政策；第4，媒体倾向；第5，医疗水平与资源；第6，民意与信任。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6个指标。第一，人员往来就是指中国跟那些国家双边人员的旅游、留学、打工、经商的往来，往来越密切，那么病毒就越有可能扩散。第二个就是经济的关系，是指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是否紧密，关系紧密就有可能有利益集团为了利益而故意隐瞒疫情，或者也会影响政府的政策。第3就是政府政策，这是指国家的政策，政府或者中央或者地方的政府他们对华的政策。有时呢，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跟中国的经济有紧密关系的那些地区跟国家。例如川普政府就比较反共，但是呢，在美国有些地方政府就会比较亲共，那么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就刚好反过来的。第4个就是媒体的倾向，这里是指媒体的报道，他们对中国或中共政府的态度，这个也跟左派右派在当地的影响是有关的，也跟当地政府的政策也有关系。第5就是医疗水平与资源，这个是指当地的医疗水平的高低，还有他们医疗的资源是否充足。那么有一些地区呢，即使那个医疗水平高，资源也充足，但是呢，由于他们的政府政策有问题，也可能会出现无法应付的情况。这是从那个传染病医学的角度看呢，人员流动和人员的接触呢，就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这个也会跟人口的密度、医疗的水平有关。那么确诊人数的高低呢，也可能会跟政府进行检测的范围有关。那么例如比如说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新加坡、韩国，他们都是进行全面的检测的，他们的确诊数字就会比较高。那么比如说美国在3月17号的时候就铺开了全面的检测的工作，确诊那个数量啊就也马上就上来了。那么还有法国跟日本呢，它只测重症。英国当前的检测能力就不如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
更是远远落后于德国。德国每天已经能检测5万人，在欧洲位居榜首。第6就是民意与信任，主要是指当地民众对中国或中国政府的看法和信任。有时呢，当地的政府会代表民意，有时也不能代表民意，可能是反过来的。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呢，这个指标是最有影响力的。简单的说，就是不相信中共就会对疫情有警惕，提早做好预防，比如台湾政府。那么人员经济往来少呢，就会减少传染的机会。不过我们也发现一些奇特的现象，这个刚才讲的那些并不一定就是这样，有可能是完全是反过来的。那么我们在后面会举一些例子进行分析。在分析之前呢，我还要再解释一下，在后面我采用的这些疫情的数据呢，是我这几天从维基上收集的。我查过这些数据的来源，他们大多数是从各个政府的网站上扒下来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准确的。那么有可能在收集的时间上会有一些先后的差异，但是呢，这不会影响我们整体的那个分析。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挑一些主要的部分来说了。那么有一些是比较常识性的，或者是很容易查找到的数据，或者那些东西呢，我就不会很详细的说。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考我们这个思路去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也帮我们做一些验证吧，看看我们这个观察到的现象对不对。现在我们呢就分析一下在疫情的排行榜前列的这些国家。那么我们从图表上就可以看到，截止到4月13号，感染的人数呢已经超过1万人的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呢，就有20个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就是工业7国和欧盟。中国呢基本上是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或者是主要的贸易伙伴，或者是最大的出口国，或者是中共的老朋友，或者是中国人主要的留学旅游的地方。所以呢，人员往来在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密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呢，我就不用去过多的解释了。那么在后面呢，我重点会分析一下美国和简单的分析一下几个主要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讲美国。第一呢，从经济关系去看，中国原来呢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川普上台之后呢，就开始打贸易战了。在2019年，中国的贸易伙伴的那个地位啊，就从第1位跌到了第3位了。不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呢，仍然保持有3000亿的美金，这就说明美国是中国的经济血液的重要来源。那么我们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数据，截止到2019年2月25号，在美国3大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挂牌的中国公司呢有156家，他们市值高达 1.2 万亿美元。那么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经济金融战略师罗宾逊，他做了一个估计，他说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资本或者股票的规模大概有 1.9 万亿美元，另外还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债券。还有美国的3大机构还为中国的 A 股国债设立了指标，给中共输血。那么还有许多美国的金融机构和会计师帮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而且是不用审计的，用来收割美国的韭菜。还有国际投行摩根大通就曾经因为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行为法，招聘不合格的中共高官子女，前几年就被 FBI 调查，还做了罚款。第二个指标就是政府的对华政策。川普的中国问题顾问白邦瑞，他在2049百年马拉松这一本书中也介绍过，其实美国早在60、70年代就在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给予中国大力的援助，拉拢中国对付苏联。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实中国的经济已经面临的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帮助中国进行了经济的改革，那么主要的推手就是基辛格。那么他对华政策的影响呢，已经影响到今天。
过去美国有数届的政府其实都误判了中共的战略，以至于养苦为患。那么中共呢，就利用 WTO 赚了美国的钱，倒过来又用钱收买美国的政客、智库、商人、民间组织和媒体。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2011年11月10号，《纽约时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叫做《为拯救美国经济，舍弃台湾吧》。那么文章中就提出了放弃台湾，拯救美国的经济，说美国的国债才是危及国安首要的问题。他还提议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中共做一个闭门的会谈，用全面停止对台的军售和军援，在2015年结束所有美台防卫部署，以此来交换中共政府豁免1.14万亿美元的国债。那么在几年之后呢，维基解密就曝光过希拉里的一封邮件。这个发现呢，希拉里在邮件中竟然这样回复他的顾问，他说让中国大陆吞并台湾吧。那么在2018年，美国资深参议员范恩斯坦的一名华人司机呢，就被 FBI 发现是中国的间谍。而那时范恩斯坦正在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那么还有在去年的7月，有100多名熊猫派的政要、专家学者联名给川普写了一封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劝川普不要打贸易战。美国有81所孔子学院和13个孔子课堂，其中有8个是在纽约州。那么以上就可以说明，由于过去美国的亲中的政策，所以呢，至今在美国还有大批的政要的态度是亲共的。第3个观察指标就是媒体的倾向。美国的主流媒体呢，其实大部分是左派的，主要是亲民主党。我在网上呢就看见一张民主党跟主流媒体的亲属的关系，那么具体他们是不是这样呢，我就没有去核实了。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进去查一查。美国左派的主张主要是大政府、小社会、高福利，加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其实就是在搞福利社会主义的那一套。跟共产党比呢，共产党是用暴力手段掠夺资源和控制社会，而西方民主社会是采用法律的形式，通过高税收来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形式的。美国的右派是保守主义，倾向是小政府大社会，主张政府尽量少干预的自由主义。那么左派的媒体相对右派媒体呢，拥有更多的全国性的主流媒体，主要是在美国的东西两岸的大城市。而右派呢，多数是地方性的媒体，分布就比较广。所以呢，看起来在美国的左派的媒体声势就比较大。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整体的民意。可以通过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川普的共和党造势会就可以看到这些了。其实美国呢，有非常多的右派是沉默的力量和爱国者。我给大家读一些美国主流媒体的文章的标题。为什么共产党统治能在中国成功？共产党是如何引导中国走向成功的？中国复兴之路，一次持续200年的长征。中国援助各国抗击疫情，打造全球领导者形象。特朗普是如何输掉这场贸易战的？川普是中国人眼中的傻瓜。特朗普得到了一纸协议，中国得到了胜利。那么大家听到了这些标题，你觉得这些文章是不是中国党媒的那些文章呢？其实这是《纽约时报》的文章。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美国的主流媒体的倾向主要是什么？第四，医疗水平与资源。那么美国的医疗水平呢，在全世界是位于前列的，但是其实它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2019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就超过 3.3 万亿美元，在美国全年 GDP 的比重是 18%。 美国在医疗上的投入其实是非常大的。不过呢，各州的卫生防疫是由各州自己去负责的。那么面对突然增加的这种大批的中共病毒的患者就会让原来已经比较紧张的医疗资源就超负荷了。那么例如纽约市这场疫情的重灾区，那么到4月13号的时候，
确诊已经超过20万人，死亡超过1万人。那么福布斯节目的主持人海尼提在4月4号就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他批评纽约州的州长库莫，指纽约州长把美国总统川普送的4000多台呼吸机就堆在仓库里面，然后却去要发表文章去感谢中共赠送的1000多台的呼吸机。库莫还花了76亿美元到处高价购买25000台不能马上到货的呼吸机，而没有把资源就用在购买给前线医护人员的防护上。所以说呢，疫情的严重程度也跟当地的政府的政策和医疗的资源是有关系的。第5个指标就是民意与信任，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指标。那么民意呢，他们是怎么看中共，怎么看中国的那个态度呢，是非常关键的。在民主国家，民意主要是体现在选举上。那么议员的选举呢，是最具代表性的。我们查对了一下美国50个州的总统选举、州长选举、参议院选举、众议院选举中的政党分布的情况。我对比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4种选举中他们控制的那些州的疫情的数据。我们发现民主党控制的州确诊的人数和死亡的比例高达 70% 到 80%， 而两党控制这些州的人数的数量呢，基本上是持平的。我们从数据表可以看到，美国疫情排行榜的前20个州中有7个是全蓝州，就是说这4项的选举呢，民主党是占大多数的。那么排名第1、第2的就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它是全蓝州。排名第3的是马萨诸塞州，只有州长选举是共和党，而众议院就全都是民主党。排名第4的密西根州和宾州，在总统选举中是共和党胜出，但是州长是民主党，而参议院、众议院都是民主党领先的。那么排名在第9、第10、第11的佛罗里达州、德州、佐治亚州，虽然4项选举都是共和党胜出，但是在众议院的民主党的席位，它其实也占了不少的比例。第6个观察指标就是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名人的案例，就显示出谁越反共就越安全。那么今年26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川普就参加了他的 VIP 的招待会。那么出席这个会议呢，有数百名这个会议的 VIP 和员工，有一个是拿着金级的 VIP 权限的那个确诊者呢，他是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据那些报道就是说，他很可能跟很多人那个参与者进行了互动。之后有一批参加会议跟这个确诊者有互动的共和党大佬，回家后都自我隔离。这些自我隔离的共和党人呢，有人跟川普握手，也有人跟川普坐同一个空军1号。到了目前为止呢，还没听说有谁有中招的。3月18号，路透社报道，巴西有多名的政要确诊，其中有17人参加过访美的代表团。其中确诊的巴西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曾经就跟川普有紧密的接触。那么我们从新闻报道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当时在拍照片的时候，这个人就站在川普的左手边，而川普和巴西总统经过检测，他们都是阴性的。那么巴西总统呢，大家也知道，他在选举的时候就被外界叫做巴西的川普。那么他对中国是怀有戒心的，他批评中国说，中国人不是在巴西买东西，而是要买起巴西。3月20号，美国副总统彭斯办公室内的一个工作人员也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那么彭斯和他的夫人经过检验也是呈阴性。那么大家还可以留意一下一些媒体的报道，感染中共病毒的美国名人和媒体，他们对中共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看到我们刚才发现的这个现象，就是说谁亲共谁倒霉，越反共越安全。那么我们按这个现象呢，再观察一下其他国家跟中国的经济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华政策的亲密的程度。那么在疫情排行榜的第2位是西班牙，
那么中国呢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他们两个国家建立有29个友好的城市的关系。那么双方签有引渡条约，西班牙有8所孔子学院和8个孔子课堂。排名第3位的意大利，中国是意大利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19年的3月，意大利就成为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第一个 G7 的发达国家。意大利还允许华为参与 5G 的建设。那么在意大利普拉托这个城市呢，是温州人移民的主要的地方，全市有 19.5 万人，其中有 23% 是华人，有 4.5 万人。那么从2016年的5月起到2019年的11月，中国的警察还4次在意大利多地进行了联合的巡逻。而意大利还有12所的孔子学院和3个孔子课堂。排行榜在第4的法国，大家知道法国巴黎公社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品。马克思将巴黎公社的运动呢视为支撑共产主义理论的有力的证据。法国是第一个跟中共正式建交的西方的大国。法国是欧盟主张取消89-60后对中国武器禁运的主要的推力。法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4大贸易伙伴，第4大实际投资来源国，第2大技术引进国。中国是法国在亚洲的第1大，全球第6大的贸易伙伴。那么还有中国赴法国旅游的人数在2018年就高达230万人次。法国是跟武汉关系最密切的欧洲国家，法国官员甚至形容武汉为最法国的中国城市，有103家法国企业在武汉投资，其中有标致雪铁龙集团。法国还帮助中国建造了 P4 实验室。如果最终证实中共的病毒是从 P4 实验室流出来的话，那法国就真是自作自受了。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经说他是毛泽东主义者，在法国就有18所孔子学院。接下来呢，我会对纽约市、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做一个对比。我通过对比呢，发现这4个地方呢，它有一些奇特的现象，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表，这个表呢，就是我通过确诊人数、死亡人数，还有人口，还有人口密度，还有中国游客来旅游的人数，包括他们的 GDP 的平均水平来做一个对比。那么你看到纽约呢，它是最多人的，它的确诊人数有 11.7 万。那么新加坡就有4000多人，香港是1000多人，台湾是300多人，不到400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纽约是美国的重灾区，而且死亡人数、确诊人数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人口，纽约、新加坡、香港其实人数是差不多。那么台湾是有2000多万人呢，但是在人口密度上我们可以看一下，纽约市看起来比较高，大概是每平方公里大概有1万多人，新加坡是7000多人，香港有6000多人。那么台湾是因为比较大吧，所以呢人口密度相对小一点。其实香港的人口密度呢，其实是比新加坡和纽约市还要高的，因为香港大概有 40% 的土地是被划为郊野公园和生态保育区，而新加坡呢大概有23%的那个领土是属于森林和自然保护区。那么如果大家有去过这几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感觉到香港的人口密度是比较高的，而且他们住的地方比较狭窄，所以呢，如果说传染病来说的话，应该是更加容易得到感染。我们再看一看中国游客每年到这几个地方的人数，那么在纽约呢只有110万人，那么到新加坡呢有300多万人，而到香港就有4000多万人，而到台湾是有5000多万人。那么今年1月到2月去香港访问的大陆游客有264万人。那么如果从那个传染的角度去看，从大陆去香港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它也没有真正的封关。那么我们从这4个地方的人均 GDP 看，纽约市
是最多资源的，它是平均每人是有10万美元，而其实你看香港只有4万多元，那么台湾就更低了。那么我们从疫情这个情况去看，台湾是最好的，而且呢，在4月份的时候，它有一个连假，很多人聚集，人潮涌涌，但是最后也没有发生爆发。而香港就更加奇怪了，比如说医疗它不如新加坡，但是人口密度又比其他地方高，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封关，有很多的大陆人是经过到去香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去保持着一个比较低的感染率是非常奇怪的。而相对你看纽约，它远在美国，但是却感染那么高，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我们再看看香港，香港在1月到3月的时候呢，它游行就有8次游行，20天有集会，其中有14天是在中共公开疫情之后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是，香港政府对这个疫情的反应是非常缓慢，而且不鼓励戴口罩，甚至在2月4号，中国已经公开了疫情，而特首林郑月娥还发出一个指引说，除了患病在前线或者人多聚集的地方工作之外，所有的官员都不准佩戴口罩。他说要减少口罩的用量。其实香港政府它存有过亿的口罩，它没有卖给市民，但是呢，却送了大量的口罩呢去中国大陆，那么造成了香港的口罩是严重不足的。香港政府还一直拒绝封关，让医护人员非常紧张，而医护人员的装备又严重的不足。但是呢，香港的警队去配备了很高的规格的装备。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这种奇特的现象呢？根据我们的观察，香港从去年3月就开始进行了反送中的运动，到了去年11月的时候，压倒性的赢得了区议会的选举，这已经说明香港人已经用选票给中共投了反对票。那么香港疫情初期的低，正符合了我们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就是谁亲共谁倒霉，越反共越安全。我们还观察到香港人经常喊反共的口号，反送中运动早期主要喊5大诉求，缺一不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到逐渐演变为反中共集权运动后，在游行集会时就经常听到示威者喊天灭中共，打倒共产党，连白领中午出来聚集时都这样喊。另外，这些标语在香港还随处可见。那么我们再观察一下新加坡，我们也发现新加坡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么新加坡远离中国大陆，医疗水平也高，新加坡人也很守法律，但是在4月份的时候，疫情突然的飙升了。在3月份的时候，西方的媒体还报道说，新加坡、香港、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发现为什么它突然飙升呢？我们看一下4月16号的这个图表。4月1号的时候，新加坡才1000例的确诊，到4月16号的时候已经飙升到4427例，涨了4倍。我们发现在4月1号，新加坡的外交部和中国的外交部召开了一个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联合会议，双方说要加强合作，之后新加坡的疫情就一路上涨。那么这个奇特的现象呢，也符合我们所说的谁亲共谁倒霉，越反共越安全。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奇特的现象呢，只是我们一家的发现，目前还无法用现代的医学去解释的。那么本着科学的实证精神，那么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人帮忙来参与进行实验，验证一下。越多人参与呢，实验的结果可能就越可信。我想到的实验有2种，一种呢就是建议专门研究这种新冠病毒的实验室呢，能不能做一些实验，比如说在一些病毒的样品上贴上天灭中共，打倒共产党的字样，跟一些没有贴这些字条的病毒样品呢做一个对比，看看哪一组病毒的存活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实验呢，就是如果各位的观众身边有认识的人感染了中共病毒，那么你们可以告诉他我们发现了这个现象，让他们试试喊一下天灭中共，打倒共产党，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的话呢，就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下面留言，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是真心希望大家免受中共病毒的祸害的。接下来呢，我对这个疫情的发展做一些预测。第一就是谁亲共谁倒霉，越反共越安全。如果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一个正确的观察的话呢，那么我们认为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中共追责，那么我们估计未来2个月的疫情有可能会慢慢的消减，世界的经济可能会有所恢复。那么大家想一想，美国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0万，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死亡人数还会增加的，再加上经济的损失，可以说是损失惨重。那我们对比一下，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才死了2403人，在越南战争死亡是 5.7 万人，朝鲜战争死亡是 5.4 万人，在911事件中死亡的人数不到3000人。那么在这场瘟疫还有很多的国家的政要也受感染了。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表上面的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很多政要受到感染，有些人还去世了。那么这个结果呢，会改变了一些人对中共的预期跟看法的。根据我们的推演，疫情缓和之后，民主党多数会在疫情的问题上跟川普较劲，那么川普也要查清这个责任，向美国人交代。那么美国必然就要向中共要求调查。那么4月15号的时候，川普和蓬佩奥都表示了美国正在进行调查了。现在的这个局势呢，我在2月24号的节目中分析过，习近平的2次不寻常讲话中讲过，习近平主动提生物安全的问题，会面临美国追责的问题。习近平要在配合美国彻查病毒来源，还是面临美国严厉的制裁，这2者之间要做出选择。那么他就是要为推卸这个责任提前打下了伏笔。不过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不要太过乐观。鉴于中共对疫情的隐瞒，以及世界恢复对中国经济和人员往来，难免会在下半年有第2波的疫情的爆发。虽然我希望我们预测的这场灾难不会出现，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不要掉以轻心。第2波一旦爆发的话，很可能会比现在更加严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谁亲共谁倒霉，越反共越安全，这种现象被验证的话，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尤其是大陆的民众，为了保命也学香港人那样喊天灭中共，打倒共产党，那就不只是清除他们身体上的中共病毒了，这会触发中共的倒台的危机，令中共大失民心。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是分析了一下中共病毒确诊人数排名前列的国家与中共的关系，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第二就是对比了纽约、新加坡、香港、台湾4个地区的奇特现象。第3，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参与实验进行验证。第4，就是对疫情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在结束前，我跟大家简略的分享一下上次节目请大家帮忙做的调查的结果。现在我们收到了1088份的有效的反馈。通过这个调查表，我们发现 80% 以上的人是在44岁以下的，跟我们过去的印象有所不同，主要是分布在25到44岁这里。而且呢，我们还发现来自大陆的人也非常的多。这一次呢，我们还想知道大家对什么内容比较感兴趣，那么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就可以讲这些话题。所以呢，希望大家也再做一个调查，留下你们的邮箱，我们可以把上次的直播调查的结果和这一次的问卷的调查结果呢发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请帮忙传播。如果还要想更多深入的分析，请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的会员。谢谢大家，下次再见。